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程毅的剧为何总逆生长？100亿曝光背后藏着长尾奇迹。程毅主演的8部作品实现全网曝光量超100亿，具体包括《莲花楼》、《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琉璃底线》、《富山海》、《长安24季》、《天地渐心》、《南风知我意》。这一数据由猫眼大数据统计发布，涵盖多平台播放、弹幕互动及全网话题传播等综合维度。数字背后是一个演员用16年时间完成的长尾奇迹。当流量时代的爆款剧热度如烟花般短暂，程毅的作品却像陈年老酒，时间越久越香。莲花楼创下爱奇艺霸榜930天的纪录，琉璃播出3年后依然稳居平台热度榜前列。富山海在冷档期仍以破亿播放量领跑。这种反常识的数据表现，揭示了当下剧集市场一个被忽视的真相：真正的扛剧能力，不是看剧集爆得多快，而是看它活得多久。8部剧横跨仙侠、武侠、权谋、现实题材及现代剧，实现全赛道突破。猫眼大数据显示，《莲花楼》从 8.0 升至 8.5 分，爱奇艺站内评分达 9.4。富山海、长安24季入围2025年微博剧集讨论榜 TOP5， 热议指数均超95。题材多样性背后是程毅对不同类型剧集的驾驭能力。口碑与热度在这里呈现出罕见的正相关性。多部作品豆瓣评分逆势上涨，观众反馈强调角色不混淆，演技真实感，推动剧集持续霸榜平台热播前列。莲花楼播出近3年仍创下单日热度飙升 111% 的纪录。这种数据在快餐式内容消费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对比流量依赖型剧集的衰减周期，程毅的作品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持久生命力。沉香如屑、沉香重华在优酷打分人数历史前3，琉璃全球曝光量超400亿，带动程毅微博涨粉430万。数据差异背后是2种完全不同的创作逻辑，一种追求快速引爆，一种注重深度沉淀。莲花楼的李莲花被观众评价为他笑一次我心碎一次，李香怡是神话，李莲花是人间。德塔文数据显示，李莲花角色贡献度峰值达 46%， 观众适配度超高。这个从天下第一到淡然隐士的角色弧光设计，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在追求成功与寻找内心平静之间的摇摆。李莲花的核心魅力在于放下即得到的哲学，从桀骜少年到豁达隐士的转变，服饰发簪颜色随病情渐变，象征生命流逝，最终选择独自隐遁，将救命解药让与他人。这种主动放下的选择，与当下社会普遍的卷不动又躺不平心态形成了微妙共鸣。观众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传统武侠的英雄叙事，而是在命运巨变后依然保持尊严的普通人精神。琉璃的雨丝凤开启了仙侠101时代，它的破碎感与坚韧性形成了矛盾统一体。脆弱时能让人心疼到窒息，坚持时又能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这个角色的成功在于他满足了古偶市场中观众对理想型人格的差异化期待，不是完美无缺的霸道总裁，而是愿意为爱付出一切，受伤后依然相信美好的痴情鸟。雨丝凤的哭戏层次丰富，被网友称赞每一帧都能当教科书。他从第1集哭到结局，却每一场哭戏都有不同的情绪内核。这种表演的细腻程度，让角色超越了简单的美强惨标签，成为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式角色，符号化存在。从琉璃的雨丝凤到沉香如屑的应渊玄烨，再到莲花楼的李莲花和长安24季的谢怀安，程毅通过细节设计实现了一人千面。
富山海分饰三角或年度热议角色 TOP 10前3，央视将其评为微表情教科书。避免同质化表演的技术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微表情的变化、台词节奏的调整、体态语言的差异化设计，让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人格指纹。即便是相似的古装扮相，观众也能一眼分辨出谁是李莲花，谁是应渊，谁是谢怀安。这种角色识别度成为作品长尾效应的核心支撑。莲花楼单日弹幕超 5.8 亿条琉璃与司凤相关二创视频在 B 站播放量破亿。这种自发的二次创作构成了角色内涵的再挖掘机制。网友发起的赴东海捞门主等虚拟仪式，新剧热播触发的考古潮，都形成了独特的参与式文化。同人图文、视频剪辑不再是简单的粉丝行为，而成为官方叙事的补充和延伸。粉丝创作的内容反哺角色生命力，让李莲花与司凤这些虚拟人物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某种真实存在感。当观众讨论李莲花今天会在哪里钓鱼时，角色已经超越了屏幕界限，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想象空间。超话签到、角色生日企划等仪式化行为，构建了虚拟社群的归属感。富山海开播时，诚毅个人包场区初始座位设为517个，寓意他的生日5月17日。这种用心引发粉丝情感共鸣。线上线下联动的27城打卡活动，29家品牌联名，让观剧行为从个人消费变成了集体体验。情感投射背后的集体记忆形成机制，让剧集的热度超越了播放周期。莲花楼播出3年后，仍有大量观众自发组织众看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DN 刷发现的新细节。这种反复观看带来的新发现，构成了观众与作品之间的深度连接。诚毅对角色的深度理解体现在访谈、幕后花絮中的细节。长安24计中，他为饰演谋士谢怀安减重15斤，并设计132种眼神变化。莲花楼拍摄时，他提前3个月进组体验生活，为了演好翅膀受伤的戏，每天背6斤钢架练驼背。演员本人气质与角色魅力的相互加成，形成了独特的化学反应。诚毅在采访中提到的角色已结束，演员要抽离，虽然曾引发争议，但这种对角色界限的清晰认知，反而让他在塑造新角色时能够完全投入。观众看到的不是诚毅在演某个角色，而是这个角色就是诚毅。莲花楼联名古茗奶茶销量破1000万杯，角色周边销售额达7500万。这个数字背后，是粉丝经济从冲动消费到理性支持的转变。周边品类覆盖盲盒、戏服布料卡等20多个品类，其中一张带有诚毅戏服原片的布料卡在二手市场被炒至1000元。用户复购率与客单价体现的忠诚度，超越了传统流量明星的粉丝购买力。德佑首位全球代言人 ，Mistin 全球防晒代言人 ，VVC 连续2年续约全球代言人，18个代言涵盖浪凡、肖邦等高奢、蓝月亮、伊利等国民品牌，以及博西和、雷朋等户外科技领域，实现了全品类通吃。品牌方为诚毅主演剧集投入的云包场刷新行业认知。巴妮兰为富山海豪掷16034场云包场，粉丝在天地剑心开场前拿下35.7万场云包场，投入金额近2000万元。长安24计单集广告数226项，单集广告时长135秒，刷新招商纪录。联名策略如何平衡商业性与角色调性？莲花楼与古茗的联名以莲子新品一念清心莲为主，共有5款套餐，购买相关饮品套餐即可获赠定制款莲花楼联名周边。这种基于角色特质设计的联名产品，
既实现了商业转化，又没有破坏角色的文化内涵。相较于短期爆款，持续变现能力的优势体现在多个维度。欢瑞2023年第3季度财报显示，诚意莲花楼给欢瑞带来了2.264亿的收入，莲花楼衍生品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即使播完1年后，各种 IP 联名、盲盒咖新周边等还在源源不断地为平台吸金。平台方为何愿意为稳巨型演员支付溢价？莲花楼登陆央视8套后收视率破1%，后续轮播超30轮，覆盖全球200多国，奈飞全球多国榜单 TOP10的成绩，证明其国际市场的变现潜力。这种跨周期、跨地域的商业价值，让诚意成为平台眼中风险最低的投资标的。诚意的抗拒能力核心可以归结为3个维度：角色深度加情感共鸣加商业适配。当行业还在追逐热搜数量和短期热度时，他选择了一条更慢但更稳的路，让角色住进观众心里，让作品经得起时间检验。莲花楼获广电总局认证，提振武侠剧信心。长安24季登陆 Netflix 多国 TOP10，这些成绩揭示了一个行业启示：可持续的演员价值需超越数据泡沫，回归内容本身。在算法推荐和流量焦虑主导的时代，诚意证明了另一种可能：好作品自己会说话，好角色自己会长尾。粉丝评价聚焦，用作品说话，角色住进心里，这种朴素的观众反馈，或许正是长尾效应最真实的注解。当一部剧播出3年后，依然有大量新观众加入讨论；当一个角色完结多年后，依然被反复品味，数据背后的抗拒密码已经不言自明。